大家好，我是 Peter 汉语的郭老师，关注我不迷路。今天我们继续 HSK 6级阅读第一部分找病句的实战练习。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好，一共是4个句子，我们先来读一下句子。A. 大约在公元11世纪宋朝的时候，人们开始玩一种叫做蹴鞠的游戏，它很像现代的足球。B. 骆驼最耐旱，它喝一次水后可以几天几夜不喝水，行走如常，人们称之为沙漠之舟。C. 父亲经常说，美术教育的目的是学生对每一种平凡的事物都能有美的感触，都能欣赏到美。的，金子可能就埋在你的脚下，就在离你不远处闪烁着诱人的光芒。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善于发现金子的眼光。好，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句子的特点。好 ，A 句呢，一共有3个小分句。那么它的第一个分句第一分句呢到这儿，大约在什么什么的时候，这个呢就是什么？它是时间状语，对吧？这个是一个时间状语就是什么时候。然后人们开始玩一种叫做蹴鞠的游戏，这个是第2句。人们主语开始做什么？宾语玩游戏人们开始玩游戏，这是主谓宾。游戏前边的定语是一种游戏，这是数量定语。然后叫做蹴鞠的游戏，这个呢是属于动词短语做定语，对吗？好，第3个句子，它像足球，这是主谓宾。那么 A 句我们看的时候呢，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主谓宾不缺，词语使用也没有问题，定语也是没有问题的。好 ，A 句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在这里它有一个词是大约，那么大约这个词呢，它就涉及到一个概述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大约后边它有一个数字11世纪这是一个时间。那么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说什么大约在公元11世纪左右宋朝的时候，这样的时候这个概述的表达在逻辑上就是不通的，要注意这个问题好，然后我们看 B 句，骆驼最耐旱也是1、2、3、4、5一共是5个小分句。第一个分句，骆驼主语耐旱耐旱，那么就是它可以忍耐干旱骆驼耐是忍耐，旱是干旱，就是骆驼呢是不怕什么干旱的，就是我们知道骆驼可以很长时间不喝水，对吧？好，骆驼第2句，它喝水后它喝水后，其实这个应该是这样的，是一个表示时间的状语。好，它可以几天几夜不喝水，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属于时量补语的这种否定，就是多长时间不做什么这个是几天几夜，就是多长时间不做什么，所以时量补语的一种否定形式它指的是骆驼不喝水。然后这个句子行走如常，那么主语还是骆驼，所以骆驼行走如常，这个如呢是像所以行走呢跟平常一样所以前边和这个连起来就是什么？骆驼呢不怕干旱，它喝一次水，那么几天几夜不喝水都可以对它的行走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跟平时是完全一样的。好，那么这个和后边最后一个句子，人们称之为沙漠之舟，其实这个在逻辑上它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因果关系，对吧？所以人们
主语，称是动词，之是什么呀？之是指的是骆驼，人们称骆驼为沙漠之舟。这个之呢不是骆驼，这个是的，舟呢是船啊，所以人们称骆驼是沙漠里的船啊。好，那么这个句子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呢？要注意就是在这个位置的时量补语的否定的情况，就是多长时间不做啊，还有后边的这两个之，称之为和沙漠之舟这两个之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看 C 句，父亲主语说，那么整个后边很明显就是说的什么宾语是说的宾语，说他说什么了美术教育的目的，中心语在这儿，目的是后边又是一个什么？整个一个长的句子做是的宾语，就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学生借此对事物有感触，欣赏到美，这是它的目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想一下，目的是学生有感触，还是让学生有感触呢？仔细的想一下我的目的是你们会汉语，还是让你们会汉语，让你们的汉语更好所以要注意，在这儿呢应该有一个间语句，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怎么样，或者是使学生怎么样，在这儿应该是一个间语句，应该加上使或者是让，目的是使学生对事物有感触我们的目的是，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间语句应该是个间语句，它在这里缺了间语句的这个第一个使令性动词使令性动词使让或者是令好，然后的这个句子的这个句子也是有1、2、3、4、5，有5个小分句看金子主语，埋是动词，在什么什么下，这个是补语然后在什么什么处，这是一个地点状语，在哪儿，动词闪烁着光芒动宾，那么主语还是什么金子然后关键是主语，在于后边在于什么？在于什么？你有没有发现金子的眼光这个句子呢，它是属于一种呢，我们觉得它是属于一种人生哲理型的人生哲理型的就说金子呢其实离我们不远，但是能不能看到，能不能发现它，决定在谁？决定在我们自己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误的把金子认为是石头因为我们没有善于发现金子的眼光这是一个哲理性的。一般来说吧，我个人觉得呢大部分的找病句的题，这种哲理性的文章呢，错的可能性呢都比较小，如果他要错的时候呢，都是什么特别明显的错误都是特别明显的错误。好，那么这道题它的错句呢，就是 C 这个句子是有问题的，它是缺成分是缺成分注意一下那么这种句子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呢其实不是那么特别清楚的。看这个句子，看这道题的时候呢，看这句子它都是比较长的，而我们在6级考试的时候呢一共是这部分一共是10道题，这一部分10道题呢是51到60题
51到60题，而呢从57开始啊，57、58、59、60都是这种题，就是句子特别长啊，句子特别长。那么我们一看的时候呢，就觉得头疼。但是呢，这种长句子呢，往往它的错误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啊，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难。我们只要什么呢？适当的给这些句子减肥啊，然后找到句子的主要成分，那么就很容易的会发现它的错误啊。这个句子虽然看起来长，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主要是什么？我们自己比较烦这种长句子。它没有就是前边那个短，然后我们就是一目了然，一看啊，我就大概的能够理解这个句子。但是像这种长的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考虑啊，这个词又是什么意思呀？我又不知道这个词啊，然后读了前面忘了后边，就这样的问题会出现。所以我们对这种题呢，往往就是不太耐烦啊，往往是不耐烦的啊。所以考试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原则，就是不管它是看起来难还是看起来容易，我们都是什么呢？同等对待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实战练习到这里就结束了。好，谢谢大家，辛苦了，再见。